这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生命本就该为我们的伟大事业献祭，全部都给我清除掉！吾乃无上意志，今日降临此界，从这一刻起，全民觉醒时代开启，每一个生命都将获得觉醒天赋的机会，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速度生命体征戒指，触发特殊觉醒条件。恭喜宿主周林成功觉醒3天赋，无限复活。该天赋可让宿主在死亡后自动复活，每次复活后身体状态将恢复至最佳，且不会损失任何技能。检测到宿主已成功觉醒天赋，将强制传送至血战废弃教学楼副本，传送倒计时3、2、1。等等，什么副本啊？这是哪儿啊？那是人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副本？喂，快放我出去！核心任务：击杀副本最终 BOSS。任务提示：教学楼内游荡着临界异化体，危险等级灭绝。哎呀，这破地方连个信号都没有，我要出去！别激动，我们还是先想想办法。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谁知道这鬼地方是怎么回事？大家别慌，现在吵也没用。系统说了，要击杀 BOSS 才能通关，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有机会出去。齐心协力？我看都是废话，说不定就是个恶作剧。我把这地方拆了，就能出去。怪我！快跑！大家别愣着，拿起东西反抗！我记得系统提示说，部分教室藏有补给物资，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检测到技能书破晓，是否学习？学习，碰巧一力降十会，太好了！有了这个技能，便对接下来的危险也多了一份底气。我害怕，我想回家。这什么鬼地方？我不想待在这里了。不好，有更强大的怪物过来了！啊！警告！警告！检测到副本主线 BOSS 畸变守卫，危险等级3星。这下真的要死了吗？检测到宿主已死亡，无限复活天赋触发，请选择复活方式：原地复活或安全区域复活。现在原地复活就是送死，去安全区域复活。这302教室的其他人肯定还在被 BOSS 攻击。对了，系统应该有属性面板吧？打开属性面板，复活一次就能长技能熟练度。那岂不是说我可以利用无限复活的天赋，反复挑战 BOSS， 抓熟练度升级技能？赌一把。检测到宿主已死亡，触发。很好，不仅破巧技能升级了，个人属性也升级了。怎么没力气了？检测到宿主已死亡，无限复活天赋触发，请选择复活方式：原地复活或安全区域复活。原地复活。恭喜宿主，破巧技能直接提升至10级，破巧10级效果升级，大幅提升力量，攻击精准度，对敌方弱点造成额外50%伤害，攻击时有30%概率触发破甲效果。破巧触发破甲，副本结算中。主线任务：击杀副本最终 BOSS 畸变守卫已完成。综合评价 A 级。恭喜玩家周林血战废弃教学楼副本通关成功。本次副本奖励正在系统后台结算中，将在玩家返回现实世界后自动发放至背包，请注意查收。即将启动返程传送程序，将玩家周林传送回原世界坐标农海大学操场。传送倒计时3、2、1。接下来我有事要宣布，尔等鼠辈且听着，老子从地狱爬回来了，这一次轮到我把你们这些杂碎踩在脚下。各位不必惊慌，我菲利克罗克楼族的首领今日有2件事宣告：第一，
我已选定这片土地作为克罗族在你们世界的首个领地。从今往后，它的名字是克罗。任何踏入这片土地的异世者都将受我管辖，而你们人类若想寻求庇护，只需向克罗族臣服。第二，关于你们口中的无上意志，它确实给了你们进化的恩赐，但是这份恩赐伴随的是双重灾难。其一，强制性副本，从今日起，你们世界的觉醒者会被随机选中，强制进入次元副本。记住，副本的结局只有2个，要么全体死亡，要么全员通关，没有中途退出的选项。其二，灭顶灾祸，不出1个月，更大规模的次元裂缝将在全球开启，届时比异化体更强大的异世生物会涌入你们的世界。以你们现在的实力，不过是待宰的羔羊。完了，全完了。当然，我克罗族向来仁慈，若你们的国家愿意归顺，我可以开放克罗领地的庇护权，在那里你们能获得克罗族的力量传承，还能避开副本的强制征召。3天后，不愿归顺的国家就自求多福吧。全球公告：检测到首位成功通关次元副本血战废弃教学楼的玩家，玩家姓名周林，副本评价 A 级。他把周林的所有资料都调过来。不可能，这个世界的人类怎么可能有人能通关副本？菲利，你说我们是待宰的羔羊，那我这个羔羊倒是想看看你这个猎人能不能接住我的拳头。接下来得尽快适应觉醒者的身份，准备应对下一次危机。立刻去查周林的位置，不管他躲到哪儿，不管他进入哪个副本，都要把他碎尸万段。敢坏我克罗族的事，他死定了。是。等阶提升不仅加属性，连天赋效果都翻了好几倍。哼，这么说，之前复活一次最多涨20点熟练度，现在直接50起步。这要是再刷副本，技能升级速度得翻着跟头涨。碰巧直接升级成 2.0， 效果比之前强太多了。看来等阶就是基础，基础越牢，技能和天赋的上限就越高。系统使用随机天赋卡，一定要掉落最强的天赋啊！是 3S。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猎魂汲取 SSS。天赋效果：基础效果，击杀副本内的怪物后，可根据怪物强度、普通精英 BOSS 获取10至100点不等的技能熟练度，可指定注入某一技能。附加效果：每击杀10只精英以上的怪物，有50%概率随机掉落技能书碎片，集齐3至5片技能书碎片，可合成完整技能书。这不就是打怪刷熟练度加爆技能收的双 buff 吗？之前刷破晓还得靠复活，现在只要打怪就能定向涨熟练度，还能掉技能书，以后副本就是我的训练场。技能点能直接把技能从 LV 0拉到 LV 5，太珍贵了，还是先留着技能点，等遇到必须快速升级的关键技能再用也不迟啊。强制性副本匹配成功。副本名称：红日神社。副本等级1阶。副本背景：古老神社被蛟蛇盘踞，怨念滋养蛟蛇进化，需彻底清除蛟蛇及怨念。通关条件：击杀副本 BOSS 蛟蛇，传送倒计时。不是啊，我刚结束第1个副本，还没来得及休息呢。传送倒计时3、2、1。我们这是被强制进入副本了吗？不要，我不想死啊！我不想进副本呐！怎么办？怎么办？我朋友进副本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了呀！我现在只凭声音去听，能够判断出这些怪物都在什么位置，有多少个。这就是个人属性全面上涨的好处。看来副本的开胃菜来了，正好用你们试试猎魂汲取的效果。这种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东西用来当武器正好。击杀普通蛇怪乘1，猎魂汲取触发，获得破晓技能熟练度加10，可指定注入。普通怪物给的熟练度果然少，才10点，看来得等精怪或者 BOSS 才有意思。不过至少摸清了猎魂汲取的触发方式。大佬，你太厉害了，求你带带我们吧，我们不想死啊！是啊，大佬，你能杀蛇怪，肯定能通关副本。我们听你的，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想跟着我可以，但我得先知道你们的底，报一下自己的天赋和等级，别到时候拖后腿。我等级0阶，天赋石子投掷低级，能把石子扔得准一点，但没什么伤害。我也是0阶，天赋皮肤硬化 C 级，能让皮肤硬一点。刚才那蛇怪咬我，应该能扛一下。我0阶天赋气味感知 F 级，能闻到怪物的味道，但只能闻出大概方向。我0阶天赋小声说话 F 级，声音能变小，不会惊动怪物。唉，全是0阶天赋，要么没伤害，要么辅助效果微弱，简直是全员辅助配置。行吧，你们先跟着我，但必须听我指挥。如果有人擅自行动或者拖大家后腿，我不会管你们的死活。是，一定。我还是个梳着双马尾的娃儿时，这地方可不是现在这样。空气墙没了，我进去看看。祭献万人，神降人间。天元20年，俘虏已集齐500人，绑在神像铺。神明吸食灵魂后，鳞片更亮了。天河21年又抓了1000人。神明说，再献祭8000人就能降临人间，让国家复兴。该死，这副本里的天河虽然看起来跟维国没有关系，但是维国的年号。这把天河换成就跟龙国的史诗一模一样，什么狗屁神明，根本就是一群刽子手，这就是你们残害生命的罪证。这些所谓的神明根本不是什么守护神，而是靠吸食俘虏灵魂为生的怪物。而祭献万人的暴行和龙国历史上魏国侵略者屠杀平民残害俘虏的史实几乎一模一样。检测到玩家周林该举动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弑神。隐藏任务弑神，任务目标摧毁红日神社内所有伪神神像，剩余数量12尊，阻止伪神残魂依附魑魅魍魉重生。任务奖励不明，任务失败惩罚，该副本内所有玩家全部死亡。原来这不止一尊伪神象征，而是藏着一整排暴行纪念碑。伪神不过是一群靠吸食人命苟活的怪物。既然触发了任务，那我就把你们一个个都砍了，给那些死去的人讨个说法。嘿，不过是靠吸食人命撑起来的傀儡，也敢自称神明？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弑神！不能让他们出去找玩家。无限复活触发，原地复活中。破巧 2.0 版熟练度加60，当前熟练度100%，等级提升至3级。复活一次涨60点熟练度，正好用来升级破巧。我靠无限复活拖住所有伪神，不让他们踏出庭院半步。破巧 2.0 版等级提升至4级，破巧 2.0 版等级提升至5级。破巧 2.0 版突破上限，进化为破巧 3.0 版，效果更新，大幅提升力量与攻击精准度，对伪神、怨念类怪物弱点造成额外80%伤害，攻击时有60%概率触发碎甲效果。你们是杀不死我的！击杀伪神神像，精英级乘1，猎魂汲取触发，获得破巧 3.0 熟练度加100，经验值加500。破巧 3.0 熟练度已满，等级提升至6级。掉落技能树碎片乘1，当前持有数量1/3。原来伪神是精英级怪物，这就好办了。检测到技能树碎片已集齐3/3，是否合成随机技能树？合成，一定要来个大范围伤害技能。靠破巧一个个砍太费时间了，
恭喜宿主习得技能万兵通神 A 级，技能效果一，精通世间所有兵器用法，手持任意兵器时，自动掌握该兵器的攻击技巧与配套身法，含冷兵器、热兵器。二，手持兵器时，对怪物造成额外20%伤害，兵器品质越高，伤害加成越高。3日月宗镜，没想到是宰国的名刀，用你们自己的刀杀你们供奉的伪神，这滋味应该很痛快吧？哼，奇怪，我明明把所有伪神都消灭了，按理来说任务应该是完成了才对啊。检测到玩家周林该举动成功触发隐藏任务弑神，隐藏任务弑神，任务目标摧毁红日神社内所有伪神神像，剩余数量1尊。二，阻止伪神残魂依附魑魅魍魉重生，任务奖励不明，任务失败惩罚该副本内所有玩家全部死亡。最后一尊伪神到底在哪里？搞了半天的最后一尊伪神，不就在你们面前吗？是你一直在装普通村民。装？我可是真心服侍神明的。你们以为我活了这么多年靠什么？是八岐大人的恩宠。他让我看着这神像，等着他苏醒的那天。你们杀了那么多伪神神像，已经触怒了大地，你们都得死！八岐大神，我不是维国传说中的八岐大蛇。检测到最终 BOSS 八岐大神即将苏醒 ，BOSS 等级3阶，超出副本原1阶等级，副本等级被动提升至2阶。当前为越级挑战副本，系统承诺，若玩家成功通关，所有奖励经验值、道具、声望将超级加倍，基础奖励乘2。警告 ：BOSS 八岐大神实力远超当前玩家等级，建议玩家尽快撤离。想活下去就听我指挥，找个角落躲好，越隐蔽越好，别出来添乱。这里交给我。大佬，那可是3级 BOSS， 你打得过吗？打不过也得打，总不能让你们都死在这儿。八岐大神苏醒吧！完成隐藏任务弑神，摧毁所有伪神神像奖励将在副本通关后发放。真的是八岐大蛇，这要是传出去，绝对是全球头条。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的 BOSS。检测到宿主死亡，无限复活触发，原地复活中。不能硬扛，得找他的弱点，复活一次涨70点熟练度，继续耗，就是现在。猎魂汲取触发，杀3阶 BOSS 八岐大神蛇头部位，获得 BOSS 经验加3000。宿主当前经验值1阶500%加3000，经验值指出等级连升，等级提升至2阶，属性点加20，自由分配。等级提升至3阶，属性点加20，自由分配。3阶 BOSS 的经验就是不一样，8颗蛇头才断1颗，剩下的刚好用来练手。连升2级，这还是人吗？原来大佬说打不过也得打，是早就知道自己能越打越强啊！40点自由属性点，20点加敏捷，10点加力量，10点加体质。收到，属性分配完成。当前属性更新：力量215加10等于225，敏捷218加20等于238，体质172加10等于182，精神176，未变动。猎魂汲取再次触发，猎魂汲取触发，击杀3阶 BOSS 八岐大神蛇头部位，获得 BOSS 级经验值加3000。恭喜宿主触发 BOSS 级特殊掉落，随机天赋卡乘1，是否使用随机天赋？随机天赋卡，好，立刻使用。恭喜宿主获得3安天赋人形移动武器库。天赋效果1，宿主可在意识中召唤任意已知武器，冷兵器、热兵器均可。武器属性与宿主等级匹配，等级越高，召唤武器品质越高。2，召唤武器无冷却时间，每次召唤消耗少量精神力，当前精神值可无限制连续召唤。3，解锁武器融合功能，将2把同类型武器融合，获得新特效。有了，人形移动武器库，
再搭配精通神的兵器精通，意味着我等于拥有了无限武器全精通的双重挂。既然如此，那就换一把武器。八旗，这下看你怎么挡！来得好，给我换重型狙击枪。不好！检测到宿主受到重创，体质属性触发，参与效果，每秒恢复10点生命值。还没完呢！玩家周林成功通关2阶越级副本红日神社，副本评价3S 级，越级挑战加击杀3阶 BOSS， 加完成隐藏任务弑神，发放通关奖励超级加倍乘2， 1等级提升至2阶，2技能点乘12， 3随机技能书乘2， 4全球觉醒者声望加1500，解锁副本掌控者权限，所有参与副本玩家周林玩家 A、B、C、E 等将在10秒后传送回原世界坐标。这场硬仗我终于赢了，这都杀不死他，一群废物！可算结束了，累死我了。检测到宿主已返回原世界，副本结算完成，可开启个人专属奖励。是否立即开启个人奖励？副本里不是发过团队奖励了吗？还有这东西？副本内发放的为团队基础奖励，所有参与者均可获得。个人奖励需依据个人贡献度单独结算，贡献越高，表现越突出，奖励越丰厚。宿主周林在红日神社副本中摧毁12尊伪神神像，击杀最终伪神，越级斩杀3阶 BOSS 八岐大蛇，完成 SS 级隐藏任务弑神，个人贡献度初始评级 Yes， 触发越级挑战 BOSS 加成，贡献度翻倍，最终评级 SSS。 3S 级贡献，快开启奖励！个人奖励开启中，奖励1，满级随机技能已生成，恭喜宿主获得满级主动技能瞬影连斩。太好了，满级技能还是范围伤害加双重特效，队伍群怪简直神器啊！真的再也不用破巧一个一个抽怪了。奖励2， S 级以上随机天赋抽取中。3S， 再来个 3S 级天赋。恭喜宿主获得 SS 级被动天赋先知之眼。虽然不是 3S， 但这天赋简直是保命神器呀！以后打 BOSS 再也不用瞎猜攻击了。奖励3，个人属性面板同步更新至3阶标准。4项属性全300，够均衡，3阶的基础实力直接拉满了。奖励4，神秘物品已发放至宿主背包，可随时取出查看。这是什么？发光的石头还是某种矿石？检测到宿主持有世界意志碎片，触发物品解析，物品名称世界意志碎片。世界代言人，这玩意儿还有这用处？那成为代言人能干嘛？世界代言人拥有世界权限，可调动部分世界本源力量，抵挡外来入侵，卫冕灾害等全球性危机。在本世界范围内，可获得伤害减免 30%， 技能冷却缩减 20% 的专属加成。最重要的是，可直接介入国家级灾祸，保护宿主所属国家免于灭顶之灾。保护国家，这碎片必须得找。这份平静背后，或许藏着无数像八岐大蛇一样的危机。而我手中的碎片和身上的天赋技能，正是守护这份平静的底气。世界碎片需要收集，3阶的路才刚刚开始。这一次，我能睡个安稳觉了。What？ 我们派出去的人进副本超过了72小时，到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吗？ Yes， 开什么玩笑！进入副本的是我国最精英的一批，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看看龙国，他妈的都打完了第2个副本。长官，我们尝试定位精英队的信号，但所有信号都在副本内消失了，怀疑
怀疑他们已经全员陨落，到现在还没联系上吗？我们已经查到了周林所在的位置，并在周围布置了我方人手，只是我们不管怎么联系，都是无人接通状态。我们打算登门拜访。好，记得客气点。是。据各地传来的消息，我国各地区所有神社莫名化为粒子，正在消失。我国已展开调查，我们正在等待后续进一步消息。你们是谁？把枪都给我收起来！周林先生，实在抱歉惊扰了您。我是龙国觉醒者部队的李正国，冒昧登门是有要事相商。有事不能打电话，用得着动枪？我们联系了您整整3个小时，电话一直无人接通。您是我国目前唯一通关2次副本的觉醒者，上级担心您的安全，又怕贸然闯入惊扰了您，才出此下策，还请您谅解。这确实是我手机没电了，有啥事儿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首领在军部会议室等您，想当面和您谈。我们备好了车，保证全程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周林先生，久仰大名，我是龙国最高指挥官，姓张。坐。自从世界意志降临，全民觉醒后，所有人都会被强制拉入副本。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您通关了血战废弃教学楼和红日神社，全球范围内再没有第2人能成功通关2次。甚至有不少国家的精英觉醒者进副本后就彻底失联了。您通关红日神社后，全球发生了一件怪事，代国的所有神社全没了。没了？什么意思啊？您看，从昨晚7点开始，代国境内所有神社神像，不管是供奉在神社的大型雕像，还是民众家里的小型供像，全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了。我们查到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您通关副本的时刻，所以我想确认这事儿和你有关吗？系统，在国神社消失是怎么回事？和我有关？宿主无需紧张，回国神社本质是伪神信仰载体，副本内的伪神体系本与现实无直接关联，但宿主在副本中以龙国觉醒者身份视伪神时，爱国情绪与手中的世界意志碎片产生共鸣，触发了世界意志的进化机制，抹除现实中与伪神相关的信仰载体，属于正常联动效应。也就是说，是世界意志干的，不是我不小心搞出来的。是宿主的情绪与碎片共同触发，可视为世界意志对宿主的隐性支持。有关，但不是我主动做的，是通关副本后触发的连锁反应。那些神社和副本里的伪神是同源的，被世界意志净化了。果然如此啊！那还有个更重要的事想求您帮忙，您能提供副本通关攻略吗？现在每天都有大量觉醒者被拉入副本，死亡率已经超过了70%。系统，副本掌控者权限到底能干嘛？副本掌控者权限，宿主可自主选择进入任意等级不超过自身当前等级的副本，但奖励将缩减90%。若副本已被其他玩家触发，宿主进入后可与当前玩家产生互动。那现在那些还没通关的副本里，玩家还活着吗？是副本难度与玩家存活时间而定，无法100%确定，但低阶副本仍有存活玩家的概率约为40%。攻略我没法提供，但我能直接进副本，帮还活着的玩家通关，把他们带出来。你说什么？能直接进副本救人？我的权限允许我进入不超过我等级的副本。好，李长官，立刻联系技术部，全力排查所有低阶副本的玩家。周林先生，你的一切需求我们都满足，武器药剂情报，只要我们有，全给你。给我个信号定位，我现在就能出发。确实有一个副本需要你出手相助，这副本叫做雾都丧尸伪生者。不，月影部塔刃。没事吧？你是谁？来救人的。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这怪物杀了我们好几个同伴。检测到宿主进入副本雾都丧尸伪生者，副本初始等级0阶，因检测到宿主3阶觉醒者实力，触发越级介入升阶机制，副本等级已自动提升至3阶。什么？升阶到3阶？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有这机制啊？权限说明未包含介入升阶细节，属副本自适应规则。合着你这系统还藏着掖着。3阶副本雾都丧尸伪生者通关任务已发布，主线任务1：斩杀副本 BOSS 伪生者母体，摧毁其核心；主线任务2：
从当前所有人类中识别并清除所有伪生者，当前伪生者数量66，失败条件1，宿主死亡；2，误杀人类，累计1人即判定任务失败；3，伪生者母体逃脱，任务奖励不详。3阶副本的难度本就远超预期，还要在人类中找出精准抓伪生者，一旦出错就前功尽弃，正好试试先知之眼的本事。摄影连斩，该你登场了。他怎么知道谁是怪物？现在告诉我你所有知道的信息。副本开启时，系统提示有127人被强制拉入。48小时前，副本广播突然响了，说存活玩家只剩29人。什么？29人？剩下的是死了还是？不知道。一开始大家还试着组队。我们唯有团结才能活着通关。没错，我们唯有团结才能活着通关。现在没人敢相信任何人了，现在都躲在城里各个角落，谁也不知道迎面碰到的是玩家、NPC 还是披着人皮的怪物。这几位是副本里的 NPC， 一直在超市躲着。伪生者好像更爱盯着玩家杀，但偶尔也会对 NPC 下手。玩家藏在暗处， NPC 不敢移动，伪生者混在其中，硬找就是大海捞针，还容易误杀。怎么让他们出来呢？有了，伪生者靠模仿混入人群，本质是寄生在幸存者聚集点的猎食者。玩家和 NPC 则需要安全的集结地，所以只要我造出一个看似安全、能互通身份的诱饵，他们都会主动过来。什么诱饵？借我用用那套应急广播系统，再给我一枚信号弹，剩下的看我的。你们都躲到超市地下室去，锁好门，听到任何声音都别出来。所有人听着，我是3阶觉醒者周林，副本掌控者、权限持有者，15分钟后背起超市顶楼发射红色信号弹，因为我会在这里搭建临时安全区。安全区有伪生者识别装置，能100%区分人类和怪物。再强调一次，15分钟，红色信号弹为号，过时不候。伪生者识别装置？你还有这玩意儿？不，假的。伪生者听觉敏锐，又依赖人类聚集觅食，这广播会让他们以为有大量猎物聚集。玩家和 NPC 急需安全区，哪怕半信半疑也会冒险过来，而我需要他们移动过来，来到我这儿，我才能帮助你们解决伪生者。这太冒险了吧？那你有什么法子通关？你真能识别伪生者？等会儿信号弹升空，自然给你答案。已经来了12个人，7个玩家，5个 NPC。情况不对，脚步声太多了。来了。已生成最佳攻击路线，为你全息投影中。所有人类退后，顺影连斩。原来如此，把自己当做了诱饵，把分散的伪生者聚在一起，再用绝对的实力一次性清理。你说你能搭建临时安全区，是真的吗？我就是安全区，谁知道伪生者母体在哪儿？找到它，摧毁核心，我们才能通关离开。我们躲还来不及，哪敢找那东西？是啊，副本广播只说过有母体，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或许在黄金大厦。我是鼎盛研发集团的前台，就在黄金大厦12楼上班。出事那天，紧急疏散，封锁大厦。快跑啊！你要找的母体，说不定就在那片废墟底下。鼎盛研发集团，我怎么听说黄金大厦里根本没有这家公司？倒是有个 NNO 研发集团，专门做生物实验。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真相。NNO 集团到底在做什么？没错，我是 NO 的研发总负责人苏曼。集团高层想造神，造一场可控的瘟疫。他们说，只要我们能造出让人变异成伪人者的病毒，再垄断解药，就能同时掌握财富和话语权。我们在黄金大厦的地下实验室秘密研发了3年，终于做出了母体原型。
那是个能不断繁殖病毒、控制变异体的核心体。可上周实验室的安全锁被黑客破解了，母体原型泄露，病毒在几小时内扩散。我们想销毁它，却发现它已经开始自我进化，还控制了所有被感染的人。大沙滩岛不是意外，是我们引爆了底层炸药，想和它同归于尽。可它根本没死。为了钱和权力，拿整座城市的人当实验品，这群混蛋！不管你们集团有多混账，母体必须解决。黄金大厦的废墟，我去。我跟你一起，我对那片区域熟，能帮你找到地下实验室的入口。我们也去，多个人多份力。你们留在这里，把超市加固成临时据点。苏曼，你留下指导他们布防。伪生者的弱点你比谁都清楚，我一个人去，等我消息。救命！谁来救救我！我的腿被压住了，快帮帮我！怪物刚才还在这附近。警告：前方目标为伪生者诱饵，体表覆盖人类皮囊，内部为黑色粘液核心，3秒后将发起突袭。那还挺会装的。伪生者粘液含位置追踪因子，可实时向母体传递入侵者坐标。地下实验室应该就在那儿了。这就是伪生者母体，倒是和想象中不一样。月影部，这么砍下去不是办法。母体核心依赖生物电信号维持活性，粘液护盾需能量传导节点支撑。能量传导节点？难道这就是护盾的节点？果然有用。不会吧，这都不管用。给我炸！物理攻击还真挡得住。这样子又如何呢？警告：检测到高浓度爆炸因子，粘液团受外力触碰即引爆，威力相当于手榴弹。居然还布了陷阱，想用节点和我同归于尽。就是现在！宿主生命体征消失，检测到无限复活天赋触发，正在重启生命信号。想拉我垫背，没门儿！碎甲效果已激活，对能量护盾生物硬壳造成150%伤害加成。给我去死吧！检测到伪生者母体核心已摧毁，所有伪生者失去能量供给，即将进入消亡状态。3阶副本雾都丧尸伪生者通关，主线任务1完成，斩杀伪生者母体，摧毁核心。主线任务2完成，清除所有伪生者，最终数量0。副本通关额外奖励，结束副本后发放。检测到宿主在副本中触发天赋联动，孤胆通关成就，额外奖励世界意志碎片乘1。检测到伪生者母体核心已摧毁，所有伪生者失去能量供给，即将进入消亡状态。3阶副本雾都丧尸伪生者通关，通关玩家有27位，分别是周林、林兰。3阶副本通关，龙国居然有这样的强者！如果把这样的强者请过来，让我们研究一下就好了。周林，你成功了！传送倒计时10、9、8，结束了，但才刚刚开始。周林同志，好样的，你可算回来了。你在副本里待了3小时，这3小时内，全世界都乱了。乱了？什么意思啊？全球通告：世界意志屏障破损，灭顶灾祸将于30天后降临，届时灾祸无差别将覆盖全球。倒计时出现的瞬间，全球股市崩盘，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抢购物资的骚乱。而你通关副本里带出27位幸存者的系统广播，恰好压下了龙国的恐慌，简直是一剂强心针。你带出幸存者后，系统给全球各地降下了区域 buff， 系统同步了 buff 来源，每带出一位本国玩家，可为本国增加1%瘟疫无效化。你带出来的27人里，14位是龙国人，剩下13位分属11个国家，每个国家最少1人，自然只有1%左右的效果。这14%太低了。你千万别小看这14%，1个月后灭顶灾祸真降临的话，
这14%的无效化，意味着至少能多保住数千万人的生命，这可是在全球都是独一份的优势。系统，灭顶灾祸到底是什么？世界意志屏障破损又是怎么回事啊？灭顶灾祸本质是域外深渊能量侵蚀，原世界意志为球形能量体，是抵御域外侵蚀的天然屏障。但近期世界意志遭受未知域外打击，碎裂为数块世界意志碎片，散落于各副本异兽巢穴及世界缝隙中。碎片散落导致屏障力量骤减，如今已无法抵御深渊能量。30天后，能量将突破临界点，形成灾祸，进行对本世界全方面毁灭。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自己在副本中获得的世界意志碎片到底是什么了。那不是普通的奖励，而是修补世界屏障、抵御灭顶之灾的关键。世界意识碎片是这场末日危机中唯一的希望。副本具有随机性，我们无法预料副本何时出现，主题又是什么，又会强制带走哪些人。现在我们能做的唯有时刻准备着。以前觉得3阶够自保了，现在看还差得远。领取个人奖励和副本额外奖励。个人奖励发放，经验值加3000，3阶恢复药剂乘5，随机掉落天赋乘1。副本额外奖励发放，母体能量结晶乘1，随机掉落神秘物品乘1。选择随机天赋，就一个选项，还是 S 级，该不会是安慰奖吧？上次还是双选项呢，以后是不是越来越缩水了？不要啊！不要啊！恭喜宿主获得 S 级天赋命运眷顾，天赋效果1，主动触发，可指定随机类奖励掉落的目标类型，触发后目标掉落概率提升至100%。2，被动效果，日常副本任务中，高阶奖励掉落概率提升30%，致命危机下绝境反杀触发概率提升50%，100%概率指定目标类型，这哪是好运啊？这简直是心想事成啊！想要什么就能掉什么。这样的话，我可以指定一个目标了，我要世界意志碎片。系统提示：随机掉落神秘物品已刷新为世界意志碎片乘1。太好了，有了命运眷顾，找齐碎片修补屏障就有了希望。全球通告：龙国玩家周林触发 S 级天赋特殊效果，龙国获得全民福利，所有龙国玩家基础属性永久上涨10%。我进阶了，我成为1阶觉醒者了！天哪，有希望了！我可以保护我的妻女了。又是龙国，又是周林，凭什么他们能有全民福利？阿西吧，龙国凭什么独占这种福利？我们大棍子国的觉醒者难道不配吗？必须让联合国施压，逼他们交出天赋技术。立刻发声明，就说这是破坏全球平衡，逼龙国公开天赋原理。通知下去，不必压制舆论，让全世界看看我们龙国的底气，明白？检测到宿主持有双份世界意志碎片，能量共振触发高阶副本强制绑定，强制性副本匹配成功。副本名称：巅峰三国。副本属性：百人副本，跨国家匹配，已锁定全球觉醒者战力前1000名内玩家。副本等级不详，检测到未知能量波动，危险评级 SSS。副本提示：1，本副本为历史投影类副本，内含古代觉醒者残魂，碎片能量可触发专属剧情。2，限时为1周。副本警示：1，副本内死亡将同步触发现实死亡，无复活机会。2，副本时长上限为1周，超时未完成核心目标将被副本规则抹杀，请宿主做好准备。倒数计时10秒，10、9、8。来了。可以击杀董卓，3阶副本难度不算高。警告：检测到高浓度世界意志碎片能量，副本规则发生强制性迭代，副本名称已更新，神话三国。副本等级已更新，5阶，危险评级 SSS， 神魔级侵蚀。核心任务已重置，斩杀战魔吕布。任务备注：目标为深渊能量污染的古代觉醒者残魂，战力评级5阶。副本还能中途变异，5阶，战魔吕布。100名玩家中9成以上是1阶。哎，周林同志，真的是你，太巧了！上次副本多亏你救我们出来，还没好好谢谢你。这是赵勇、李锐，都是我的战友，我们来自大都军区。我是现役军人林兰。厨神，上次要是没有你，我们根本活不出那个鬼副本。没错，多亏了你。你们的任务面板看过了吗？副本目标是什么？所以只有我的任务不仅副本等级飙升到5阶，目标更是神魔级的吕布。
与其他人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任务。你们的副本没有变异，名字还是巅峰三国。变异？没有啊，面板一直是这个样子。怎么了？系统回应：副本规则迭代由宿主持有双份世界意志碎片引发，碎片能量与副本古代觉醒者残魂产生共振，激活了隐藏的深渊污染线，导致副本等级、目标、规则全面升级。怪不得世界意识的碎片不仅触发了副本升级，更给我挂上了全副本最难的毒鼠猎杀任务。那是龙国的州领，看起来不过如此。3阶副本而已，先杀够100个将兵拿奖励再说。如果州领是我国的人就好了，回去一定让国家邀请州领。我相信我们大冠民国不比龙国差。5阶战魔吕布，这根本不是我们能碰的等级。副本变异只针对你一人。主人，这副本你还能通关吗？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那其他玩家要是贸然闯关，碰到升级后的怪物或者吕布，岂不是？对，我正是担心这一点。4阶守将，3阶副本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恐怕不止华雄。副本升级后，所有 NPC 都被强化了。你们想办法把龙国玩家带走，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我。我们必须保证龙国玩家活着从副本里走出去。多一个龙国觉醒者，对龙国越有利。明白，我们会往东边的地方走，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你。又来送死的。好快啊！攻击落点头部破绽，挥刀时右肋魔气流速放缓。宿主受到致命攻击，触发无限复活，复活中10%、100%复活完成。来得好，来得好啊！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都刺不进去了，破绽是真的，但魔气太浓。宿主触发致命攻击，无限复活启动。这就是4阶的实力吗？好厉害！你这鼠辈竟敢伤武！宿主触发致命攻击，无限复活启动。我不能倒下，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副本里唯一的优势便是无视副本限制的无限复活。龙国的州领，这就是所谓的强者，简直是在给华雄送菜。死了也是活该，可惜了这身不死天赋，要是在我国，肯定能培养得更强。我说了，他根本不是对手。对呀，马克大人说的对。这家伙到底站起来了多少次啊？10次还是20次？这是什么天赋？有这种天赋，就算是4阶又怎么样？天哪，这是真正的战神！一定要让国家把他挖过来，一定要！等级差距又怎样？魔气护体又怎样？我有的是时间耗，你能杀我100次，我就能复活101次。臭小子，倒让本将军认真起来吧！死了27次，经验条早就顶满了，再来一次就能进阶4阶。可这4阶凭什么要用送死换？3阶又如何？今天就用3阶的刀斩了你这4阶魔将！找死！他疯了，不躲也不挡，那是要同归于尽。破桥！宿主受到致命攻击，触发无限复活，检测到宿主累计经验值达标，等级提升至4阶，获得技能点乘3，基础属性全面提升。谢了，你比吕奉先更强了，终于解脱了。检测到古代觉醒者残魂碎片，触发先知之眼特殊效果，记忆回溯。苏醒吧！关羽、赵云，他们为什么在这儿？尔等诸位给吾杀死周林！怎么会啊？是谁？是谁想要杀死我？目标：深渊魔化兵，等级1阶5级，1阶10级。备注：由普通兵士残魂转化，无自主意识，仅存杀戮指令。果然不是普通的士兵。杀！杀！杀！这小子刚杀完华雄，
肯定耗了不少力气。魔兵正好能帮我们试试他的底。等他被魔兵缠上，我们正好趁机抢战利品。他的战利品肯定不一般。这种战力必须让我国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哪怕用最高待遇。系统所有技能点全部加给瞬影连斩。收到指令，消耗技能点乘3，瞬影连斩等级提升至满级10级，技能升级效果，残影数量提升至8道，攻击范围扩大5米，可同时锁定10个目标，冷却时间缩短至2秒。所有龙国玩家听着，想活着走出副本的，立刻跟我走，首领会带我们出去，但只限于龙国玩家。我们跟你走，周神这么强，肯定能赢。我们不拖后腿，我们包配合的。周礼真的能冲过去吗？走了，林兰，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同志，你没事吧？刚才在关前太险了。没事，都处理好了。龙国玩家都在这儿了。赵勇刚点完数，算上我，赵勇和李瑞一共47位，还有就是我们3和其他玩家的任务面板都看过了，还是最初的巅峰3国副本信息。核心任务是协助联军攻破泗水关，斩杀曹魏阵营将兵100名。还是3级任务？是啊。任务面板突然变了。副本规则追加，所有玩家任务强制绑定，未完成个人核心任务者，即便副本主线达成，亦判定为通关失败，失败惩罚抹杀，强制绑定。这意思是每个人都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然就算活着走出副本也得死。之前以为只是我的任务被单独升级，没想到副本规则会突然追加绑定。他们的任务是杀100个曹魏将兵，我的任务是斩5阶战魔吕布。如果只是我自己通关，这些龙国玩家会因为未完成杀将兵任务被抹杀。可如果要等所有人完成任务，我必须带着他们闯过布满魔兵，甚至可能有魔化名士的泗水关，而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并斩杀吕布。这副本是想把我们逼死，一阶玩家怎么可能在这神魔级副本里杀够100个将兵？更别说周礼你的任务还是斩吕布。事到如今，唯有一战。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阵营，区别于3国阵营的阵营，我们是龙国阵营。只要你们配合我，我一定会带着你们完成任务，走出副本的。周旋，我们听你的。就算是1阶，也能帮你挡刀。对，我们是龙国阵营，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当逃兵。听周神指挥，龙国阵营绝不退缩。想把我们绑在一起抹杀，没那么容易。你的天赋是什么？我的天赋是精准赋能，可以给武器或自身附加精准伤害效果，攻击时能自动锁定目标的薄弱点，对低阶敌人有概率触发1击破甲。明白，正好需要你配合做个实验。抓好了。啊？哦！用你的天赋补刀。任务进度真的变了。我们再去试几次。真的都算，不管是步兵、骑兵还是射手，只要是魔兵，补刀后都能算进任务进度。说明人头归属只看最后一击和谁造成的伤害多无关。我们可以让低阶玩家负责补刀，高阶玩家负责打残，这样所有人的任务进度都能推进。实验证实了猜测，是时候展开下一步的计划。咋样啊，周神？周林打残我补刀，进度直接涨了18点，也就是说补刀能算人头。真的？那太好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带龙国阵营的人刷怪。那边3公里外的废弃营寨，至少200名魔兵聚集，等级全是1阶，没有高阶将领，是最适合的刷怪点。周神，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实力，我是说，万一那边的魔兵不够我们完成，那未完成任务的人咋办啊？废弃营寨只是第一站，周边还有3处魔兵聚集点，足够所有人刷满进度。记住，我们是龙国阵营，分工协作，绝不落下一个人。好哎，这手法太准了，每次都留着一口气，我们跟着捡人头就行。这些魔兵是我们先发现的。喂，你们脸呢？这是我们打残的魔兵。副本里的关谁抢算谁。你们龙国吃独食太久了吧？周林实力强，就该带我们一起完成任务，不然
我们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你们龙国能讨得好？这是我们辛辛苦苦打的，你们凭什么？别跟他废话，抢就完了。这不是赵云吗？撤！龙国玩家靠拢，赵勇殿后。怎么回事？我靠！如此反复几次，赵云始终保持着打一下就走的节奏，既不恋战也不远离，像根无形的绳子，将慌乱的联军与警惕的龙国玩家慢慢引向密林深处。不对劲，不对劲！他为什么不直接动手？糟了！检测到诱敌深入战术布局，检测到十面埋伏阵法雏形。是你，诸葛亮！赵云是儿，他故意拖着我们往这儿来。不止诱敌深入，他把我们所有人全都引到了这个封闭山谷里。这是诸葛亮最有名的兵法八阵图的变种啊！八阵图，传说是诸葛亮依据奇门遁甲布下的阵法，能将敌军混于其中，插翅难飞。你看四周的山头上，魔兵的站位刚好对应修、生、伤、杜、死、金、开8个方位。一旦阵法启动，我们就是瓮中之鳖。不，我们怎么会中了古代人的计？绝境？不，这是和偶像过招的最好机会。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可是我的偶像啊！所有人都听我指令，躲到东侧巨石后面，那是修门。你太厉害了，带上我们一起破阵。我们有20多个人能帮上忙。好啊，那你们带联军去西侧，用枪声和技能吸引魔兵的注意力，把他们的火力引过去。凭什么让我们去吸引火力？要么去，要么等死。去，我们去。走。赵勇带队，跟我去商门的公路台。林兰，你带另一个队保护后方，一旦有魔兵冲下来，立刻解决。是。就是现在，冲！要解决5节魔化旅，够头疼了。没想到魔化也是5节。石柱在动，我们被毒死了。朱离，救我们！所以我现在不仅要破阵，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5节魔化关羽和4节魔化赵云。啊！钟离，检测到宿主已死亡，无限复活天赋触发。发动天赋，精准赋能。钟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后有我们龙国阵营的所有人，还有千千万万等着我们回去的龙国人。没错，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龙国人。青龙摆尾啊！林兰，给赵勇赋能，拆了9门机关，阵法就破了。是。给我碎！根本找不到破绽，一击必死。既然如此，那就热武器。上！这一次我要找出来
死穴，即使不会一击，我也要找出来。检测到目标核心魔气汇聚点，胸口护心镜内侧。那里正是魔气最浓郁的地方，也是赵云的致命弱点。我想要攻击那里，必须穿过关羽的防线，直面5阶魔将的杀招，赌一把。赢了！命运眷顾，帮我拖住关羽。赢！我撑不了片刻，等下我会用枪法逼他路破绽，抓住机会全力攻击。老家伙，被魔气困了这么久，今日常山赵子龙替你解脱。就是现在！怎么会？刚才的全力一击只破了对方的表皮，根本没烧到核心魔气。魔界与4阶的差距如同天鹤呀！杀！连赵云都要以命相搏，才能制造破绽，仅凭自己根本无法抗衡。丁，天赋猎魂汲取触发，获取海量经验值，触发随机天赋掉落，当前经验值99.8%，4阶至5阶。我竟忘了还有这个天赋，给我打开掉落随机天赋，拜托了，给我个能破局的天赋。丁，恭喜宿主获得 SSS 级天赋英灵共生。天赋介绍：宿主召唤一位历史英灵的残魂依附于自身，共生期间，宿主将完整继承英灵的巅峰战力、战斗经验与思维逻辑，且可选择性融合英灵核心技能，1天之内只可召唤2次。发动天赋，英灵共生。宿主想要召唤的英灵是长山赵子龙。丁，召唤中，召唤引风，目标三国水派赵云，英灵共生触发，宿主临时获得赵云巅峰战力，4阶巅峰至5阶初期，继承技能七探盘蛇枪。杀！什么？长山赵子龙未败，这一枪我替他讨回来。龙胆破军！老夫竟被魔气操纵，沦为傀儡，有何颜面见天下人？就连校友诸葛孔明，他比老夫更甚，被魔气缠得太深，求你救救他。此刀或能助你一臂之力。破了，阵法破了！哼！林兰，带队伍补刀清场。是。啊！等一下，诸葛亮是什么人？那是能摆下八阵图、会杀千军万马的智谋之神，即使被魔气操控，也绝不可能毫无防备的坐在这里。啊！哎，什么也没有，没有魔气聚集的痕迹，没有隐藏的阵法波动啊！甚至连诸葛亮身上的魔气都比之前稀薄了很多。诸葛亮，你在等我。没有陷阱，没有攻击，甚至连敌意都感受不到。啊，这位诸葛亮到底想要做啥？呵呵，他们终究是小看了我，以为我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军师，唯有智计可用，失了心智便如废人，能在魔气操控下保持清醒，甚至看透局势，不愧是诸葛亮。所以被控制的程度反而更低，武将执念重，易被魔气勾连，而我毕生修心，人质根基更稳。这场局明面上的棋眼是吕布，击败他确实能解眼前之困，但吕布只是台前的刀，挥刀的人绝不会让你活着走到泗水关。是谁
为什么非要杀我？自从副本以来，从未与未知势力结怨，这股针对我的杀意来得太过蹊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身上应该有能看回过去的法子吧？系统，能否用先知之眼回溯诸葛亮的记忆？检测到目标残留清醒意识碎片，可触发记忆回溯功能。宿主需触碰目标任意部位，即可接入其核心记忆片段。诸葛先生，得罪了。这就是吕布。尔等诸位，给我杀死丘陵！那半张脸，那抹笑容，绝不会认错，非力。看到了，若想终结这一切，既要斩吕布，更要揪出那道影子。小友要小心，幕后之人远比你想象的更狡。小友如若不介意，就用赵子龙的龙胆亮银枪助老夫解脱吧。得罪了，诸葛先生。快哉，快哉！获得特殊道具武侯羽扇，道具效果：持有者计策类能力强度提升30%，可免疫或释放一次精神控制类技能，对阵法陷阱的洞察力大幅增强。周神，大家的任务进度怎么样了？大部分龙国玩家的任务都完成了。多亏周神顶住霜降，我们才能安心拆机关。多亏周神打残那些魔兵，我们在后面补刀，才完成任务的。不然这任务想都别想。周神牛逼，跟着你通关太稳了。那就好。周神，你下一步会不会是？接下来我全力对付吕布，根本顾不上任何人。不想死的，现在就找安全的隐蔽点躲起来，等我通关副本。明白，我们绝不拖后腿。周神放心去打，我们找地方藏好。你什么意思？我们任务还没完成，就不管我们了？你是龙国的领队，就该对所有玩家负责。我们没完成任务，你得帮我们补任务，不然我们怎么拿奖励？就是，你明明有实力，却故意不管我们，是不是想独吞副本奖励？你们龙国玩家任务都完成了，就不管别人死活了，太自私了！你们脸呢？我可是记得你们说要自己刷任务啊，转头就跑去抢小怪，现在任务没完成，倒怪别人了。就是，周神从头到尾没欠你们的。霜降围杀的时候，你们在哪儿？都在石柱后面发抖。现在想让为你们冒险，做梦！再敢对周神说一句废话，我们现在就把你们扔给残余的魔兵。和吕布的决战在即，我没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你们去找个安全的地方等消息吧。打开个人面板，清算所有奖励。正在核算副本奖励及额外经验，击败魔化关羽5阶，获得经验值200万，技能点50点，属性点25点，解吹魔化诸葛亮3阶，获得经验值180万，技能点40点，属性点20点，当前等级5阶，可分配属性点60点，可分配技能点120点。所有属性点全部加满，技能点优先点满，以解锁技能。力量、敏捷、体质、精神属性已拉满，技能破巧，等级 max， 效果可看破90%非传说级技能破绽。技能万兵通神，等级 max， 效果对所有武器的掌控力提升至100%，可附加专属兵器特效。技能瞬影连斩，等级 max， 效果可在0.1秒内完成5次连续攻击。提示：所有已解锁技能均已满级，无法进一步突破。调出天赋面板。无限复活，核心保命底牌，猎魂汲取，战后收益保障，人形移动武器库，武器随心调用。先知之眼，
破绽探查核心，命运眷顾，稀有天赋触发加成，英灵共生，巅峰战力临时继承。接下来我该如何破局呢？副本名称已更新，神话三国。副本等级已更新，5阶，危险评级 SSS， 神魔级侵蚀。核心任务已重置，斩杀战魔吕布。任务备注：目标为深渊能量污染的古代觉醒者残魂。战力评级5阶。都到关门前了，还敢打坐休息？吕布，去杀了周林！杀！这就是5阶魔将真正的力量，足以轻易碾碎一切的绝对碾压。杀！这股力量势比关羽的全力一击更强。宿主受到致命伤害，核心天赋无限复活触发，请选择复活方式：1. 原地复活；2. 安全区复活。原地复活。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破局？获得特殊道具武侯羽扇，道具效果：持有者计策类能力强度提升30%，可免疫或释放一次精神控制类技能，对阵法陷阱的洞察力大幅增强。精神控制，那就一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吕布的控制为什么会失效？某家手持丰田画戟，坐下四风赤兔马，天下英雄，尔等谁敢与我一战？捉老贼！不过是某家阶下之囚，曹操挟天子一群鼠辈罢了。待某家整顿兵马，踏平许都，这天下当有我吕奉先一席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吕布，那个敢喊出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旷世猛将，而不是之前满身魔气的吕布。某家在此立誓，必当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让吕字大旗插遍九州。鄙人周林前来下战书，你可敢接下我的战书？虽然没见过，但你有胆来挑战，冲你这份气性，某家硬。不好，魔气要反扑了，必须尽快开打。痛快，痛快呀！你这刀法倒有几分关云长的豪迈。蠢货！没有人能摆脱得了深渊河石的控制。吕布，你的敌人是周林，杀了他！你以为唤醒吕布的意志就能赢？太天真！去，给我杀了他！怎么放弃抵抗了？吕奉先，你忘了你所说的话了吗？你说你要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你说你要让吕字大旗插遍九州，你忘了你的誓言，忘了你是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神吗？现在的你就像条狗，孬种！吕布，杀了他！奉先，你可是马中赤兔，人中吕布，醒来啊！你是三国第一猛将！家吕奉先绝不是孬种！这个鬼东西一直在吸某家的意志，帮我击碎他。某家绝不会再受你摆布。天赋阴灵共生，召唤关云长长辈。
青龙斩！该死的，该死的，该死！你们等着！太好了，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了？不，还没有结束。什么？我们之间的对决还没结束。我周林奉陪到底，我会竭尽全力打败你。某家可不会手下留情。痛快，太痛快了！你是第一个能跟某家打这么久。若有来世，某家定要跟你再分高下。某家一生征战，从未如此畅快。这一战无胜无负，某家认了。恭喜宿主成功斩杀战魔吕布，副本神话三国通关，正在核算奖励。所有玩家请注意，核心任务斩杀战魔吕布已完成，副本神话三国正式通关。周神牛逼，没有你我们根本赢不了。周神，你是我的神！副本结算检测，共有17名玩家未完成斩杀战魔吕布关联支线任务，未达成副本通关条件。根据副本规则，未完成任务玩家将启动系统抹杀程序，倒计时10秒，10、9、8。系统，我只是没赶上最后一战，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别开玩笑了。3、2、1，系统抹杀程序执行完毕。10秒后将开启跨次元传送，所有完成任务玩家将返回现实世界。副本奖励将在24小时内发放至个人面板，传送倒计时10、9、8。喂，你现在立刻去床边，抬头看天空，有大事发生。记得进入神话三国副本前，灭顶灾祸的倒计时还是30天，在副本里明明只待了3、4天。现实世界怎么会直接少了9天？难道说副本时间流逝与现实流逝的时间不同吗？系统，这倒数计时怎么回事？副本时间和现实的时间完全不同步吗？回答宿主，副本时间与现实时间是同步的，但灭顶灾祸的倒数计时不能用常识去理解。灭顶灾祸的倒数计时有没有可能会受到某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加快倒数计时的速度？回答正确。灭顶灾祸一般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受到影响，加快倒数计时的速度？副本通关副本的次数越多，倒数计时速度就越快，灭顶灾祸降临就越快。这么说，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务之急是停止所有副本探索，每多通一个副本，倒计时就加速1分。我们不能拿全人类的时间赌。停止副本简直是荒谬！没有副本里获取的力量，等灾祸降临，我们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保守只会等死。激进派根本不顾底层玩家的死活，一阶玩家连低级副本都难通关，强行推行高价值副本，只会让更多人死于副本或加速灾祸。就算暂停副本，倒计时也还在走21天。够21天就能躲过灭顶之灾吗？只有抓紧时间获取核心力量，才有一线生机。两派都有道理，可暂停副本跑时间与推进副本或力量的矛盾，就像一把双刃剑，无论选哪条路，都藏着致命的风险。各位争论的真热闹，可惜你们好像都忘了，真正的威胁从来不是副本，也不是倒计时啊！我是克罗领地的领主菲利，灭顶灾祸留给你们的时间只剩21天，而我留给你们选择的时间更少。首领阁下，考虑的怎么样了？签下这份归属协议，你的市民能活，你还能保住首领之位。要是不签，请你遵守承诺，别伤害我的子民。看到了吗？这就是克罗领地的实力。我们能给你们活下去的机会，也能轻易让一个国家消失。这是那晶石的纹路散发的微弱魔气，与之前控制吕布的黑金一模一样。别小看这道裂缝，它会随着时间扩大，用不了多久，深渊里的怪物就会从这里爬出来，把你们的城市变成废墟，把你们的子民变成食物。但你们不用怕，只有克罗领地掌握着关闭裂缝、抵御怪物的方法。想活下去吗？很简单，放弃抵抗，归附克罗领地。从现在起，你们的命运由我菲利掌控。菲利，打开个人奖励与副本额外奖励，
开始结算。神话三国副本个人奖励、特殊奖励，因宿主完成3项隐藏成就，触发等级跃迁，宿主等级升阶为6阶。等级跃迁完成，个人属性同步重置。提示：当前宿主属性已达6阶上限，后续需突破等级桎梏，方可解锁更高属性上限。6阶实力固然强大，可面对非力、全球蔓延的裂缝危机，这点提升还远远不够。天赋奖励：随机掉落一项新天赋，是否立即抽取？暂时不用，天赋是个人的力量，可我需要的是能守护整个龙国的力量。特殊补偿：检测到宿主在副本中越级挑战难度大于等于 S 级，且通关评价为 SSS。随机神秘物品奖励等级提升，由史诗级升级为传说级。什么传说？传说级物品镇国鼎已激活，解锁物品属性。这不是普通的武器或道具，而是能守护整个国家的战略级物品。我们的龙国有希望了。镇国鼎必须安置在龙国最核心、最安全的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全国辐射的效果。而大都作为龙国的政治与军事中心，无疑是最佳选择。菲利，你想让人类归附，很遗憾，龙国不会屈服。系统抽取随机天赋奖励。恭喜宿主抽取 B 级成长型天赋战境威慑，天赋效果：战役威慑可给对方造成精神压制，降低其20%速度，降低对方实力20%。检测到宿主已收集世界意志碎片乘2，此前副本隐藏奖励加本次通关额外奖励，触发无上意志青睐事件。无上意志将向全球宣告馈赠，并发放专属福利。全球公告：恭喜龙国玩家周林及其2枚世界意志碎片或无上意志青睐，馈赠1，解锁独一无二3S 级天赋全域战令。天赋效果：周林可向龙国所有官方战力单位发布定向作战指令，指令将以脑内清晰信息形式传递，无延迟无干扰，且指令目标将获得任务成功率加20%增益。战场标记：周林可在全球任意战场标记战略点，标记后龙国所有战力单位将获得战略点位置实时导航，攻击战略点伤害加30%效果。战果反馈：所有完成战令任务的龙国战力单位将获得额外世界意志碎片概率全属性临时加5%奖励。奖励由无上意志直接发放，无任何消耗。天赋备注：此天赋为无上意志专属授权，仅周林可使用，馈赠2。龙国所有公民将获得全民升阶福利。龙国公民直接升阶1级，属性同步提升，获得属性点加10，技能冷却缩减10%加成。福利将在10秒内自动生效，永久有效。为什么是龙国？我们也通过了副本。我抗议！凭什么只给龙国？无上意志的青睐凭什么给周灵？这不公平！我们也出力了，为什么无上意志的恩赐不分给我们？龙国万岁！周灵万岁！无上意志的馈赠不仅让我拥有了指挥全局的能力，更让龙国全民实力暴涨。这样一来，龙国公民就有了自保的能力。尊敬的龙国首领周灵阁下，恳请龙国允许我国公民暂时进入贵国领土，借镇国鼎的屏障庇护。你怎么看？兰斯公国的困境，我们感同身受，但镇国鼎的屏障仅对龙国公民生效，直接接纳贵国公民。龙国必须共享无上意志馈赠，镇国鼎的屏障技术，周灵阁下拥有的一切都应该拿出来让全球共享，这才是对抗灾祸的正确方式。没错，龙国独有拥有这些力量，只会加剧全球的不平等。如果你们拒绝共享，我们将联合其他国家针对龙国。龙国的力量是靠无数玩家的牺牲，靠我在副本里9死1生换来的，不是用来满足你们不劳而获的工具。报告，裂缝有变化，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目标：不明黑暗之物。类别：未收录。能力：体表覆盖腐蚀性粘液，无差别攻击人类，对光线有微弱未必。来历：未知。威胁等级 C+，单体实力相当于2阶玩家，群体行动时威胁等级提升至 A 减。提示：该生物可被镇国鼎庇护屏障削弱，建议优先调动觉醒者与军方协同围剿。他故意留下裂缝，就是想让这些怪物制造恐慌，逼迫各国归附。全国已有12个城市发现这种怪物，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裂缝扩散速度最快，已经出现了民众伤亡。各位看到这些小可爱了吗？这小可爱啊，叫尸骨魔，能把它所见的一切都吃掉，不留剩渣。这就是不归附克罗领地的下场。裂缝会越来越大，怪物会越来越多，直到把你们的城市变成废墟，把你们的亲人变成怪物的食物。各位龙国公民，大家好，我现在位于东部沿海的宁海市区，这里刚刚发现了5只不明黑暗生物，但请大家不要恐慌。上期已经明确告知，我们拥有镇国鼎的庇护，
所有龙国公民都能享受全属性加50%能量抗性加30%的增益。这些怪物在屏障内实力会被削弱50%，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大家注意看，这位2阶觉醒者原本只能释放小火球，但在正国鼎全属性加50%的增益下，现在能释放烈焰墙，直接灌足3只噬骨魔。这就是我们能快速围剿的关键。截至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裂缝已被临时封锁，后续我们会持续直播各地围剿进展，请大家相信国家，相信正国鼎的力量。恐慌解决不了问题，而我们有足够的实力保护每一位公民。很好，让民众亲眼看到我们能打赢，比说100句不要怕都管用。我已经通知各地，让记者全程跟随围剿小队直播，同时把正国鼎的具体增益效果做成图文发在所有官方平台，确保每个公民都清楚我们的优势。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先彻底围剿国内的怪物，再想办法封住那些裂缝，绝不能让菲利的阴谋得逞。这里占地广阔，多年前已完成人员撤离，是绝佳的场地。命令下去，所有参与围剿的军方小队、觉醒者，从现在起改变战术，不再主动歼灭噬骨魔，而是以且战且退的方式，将分散在各地的噬骨魔全部引向西部废弃工业园区。这太冒险了，把所有怪物聚集在一起，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园区那边只安排了周林一个人。是啊，首领，要不我们增派精锐小队配合？这是周林亲自提的计划，集中歼灭比分散围剿更高效，也能避免民众伤亡。他还特意强调不需要其他人配合，有把握独自解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是。东部小队将蚀骨魔引向西北方向。南部小队注意保留火力，所有队伍务必在1小时内将目标引至西部废弃工业园区。这么多怪物让周林一个人扛，会不会太残忍了？国家就不能多派点人吗？别让孩子一个人冒险啊！等着吧，等会儿怪物冲上去，这小子肯定会被撕碎。没错，都去死吧！最好灭了龙国！哈哈，都怪他！要是龙国肯共享正国鼎，我们国家也不会有怪物作乱。去死！快给我去死！各位观众，现在让我们一起等待，为他加油！不过如此。周林万岁，龙国万岁！太强了！成功了，没错。周林用行动向全世界宣告一件事，那就是龙国不好惹。又是你周林！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太天真了！把所有裂缝都撕开，我要让那些不归附的国家尝尝被蚀骨魔淹没的滋味儿！所有觉醒者立刻前往西部支援，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城市。我们需要帮助，任何有能力的国家，求你们伸出援手。为什么他们绕开龙国？为什么不去龙国，反而绕路来侵入安南公国？龙国到底隐藏了什么？为什么蚀骨魔不敢进攻你们？真国鼎肯定有特殊效果。你们明明有能力保护更多人，却选择独善其身。必须勾下护国棘手，否则我们将联合所有国家抵制龙国。全球公告，检测到大量对龙国蚀骨魔绕行的疑问，现公开相关信息。一、蚀骨魔绕行原因：龙国境内激活的正国鼎，除国民增益、外敌削弱效果外，还会被动触发国运威慑效果。二、国运威慑，龙国公民团结抗敌的集体意志，凝聚成国运，与正国鼎形成联动。国运越强，对外来生物的威慑力越强。当前龙国国运因全民同心大幅度提升，
石骨魔作为外来生物，会本能畏惧国运威慑，不敢进入龙国领土。3. 国运来源非系统馈赠，而是龙国公民自发守护家园的意志凝聚。每一份抗敌决心都是国运的组成部分。提示：国运威慑不可复制，仅与国家公民的集体意志挂钩，任何强迫共享的行为均无法触发该效果。就算国运是自己凝聚的，龙国也该帮我们呀！我们没有镇国鼎，怎么对抗这么多石骨魔？周林既然一个人能灭上百只，肯定有办法帮我们。这些国家的怨气还没消，要是一直坐视不管，怕是会被他们给反噬。系统有没有办法彻底关闭这些深渊裂缝？关闭裂缝条件：需获取一份与镇国鼎同等级别的传说级道具，该道具仅存于高阶副本中，且副本难度大于等于 SSS 级。副本提示：该副本与人类文明中修补天地的神话传说高度关联，具体信息需宿主抵达副本入口后解锁。警告：副本等级为8阶以上，宿主需做好万全准备。修补天地的神话传说，难道是修补天地的神话传说？一定是女娲补天，一定是女娲补天！我拿1包辣条打赌，我100包辣条，我赌一定是补天女娲。是女娲补天，肯定是女娲补天的副本。在龙国古代神话中，女娲娘娘曾炼5色石补天，拯救苍生免于洪水与天火之难。系统说的修补天地传说级补天道具，正好对应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而且女娲副本作为 SSS 级高阶神话副本，难度与神话3国副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里面的深渊意志投影，很可能是女娲神话中对抗的混沌力量。不，我们埃及神话里也有努特撑起天空的历史，我们希腊神话也有乌拉诺斯被分割后天地稳固，与修补天地有相似之处。拉倒吧你们，一个创造天空，一个是被分割，怎么看都是跟补天无关呢。系统都说了，提到与人类文明中修补天地的神话传说高度关联。我们龙国的女娲补天无疑是最贴合的。女娲补天，周林要去见女娲娘娘了吗？5色石，哎，那就是传说中的补天道具吧？一定要成功啊！不仅要关裂缝，还要拿到道具保护龙国。周林回来能不能给我们形容女娲的长相啊？副本什么时候开始？此时此刻，正在挑选100人玩家匹配中，匹配完毕，准备传送副本。传送副本倒数计时10秒，10、9、8、3、2、1。这里是奥林匹斯。副本名称奥林匹斯，副本等级8阶，危险评级 SSS 神魔级侵蚀。核心任务：斩杀奥林匹斯主神，解放中西方神明。任务奖励：根据解放神明数量，斩杀主神难度动态判定。副本提示：当前区域为奥林匹斯外围雅典娜神殿广场，无主动攻击的魔物，但需警惕神性领域带来的被动压制。实力低于7阶者，属性自动削弱20%。我还以为按系统提示的修补天地会直接对应女娲副本呢，没想到就会被传送到奥林匹斯啊！更要命的是，斩杀奥林匹斯主神，斩杀宙斯。我吗？但比起这个，更让我在意的是后半句：解放中西方神明。中西方神明都被囚禁了，那女娲娘娘会不会也在里面？系统之前明确说过，副本与修补天地的神话关联。如果女娲被宙斯囚禁，那获取补天石关闭裂缝的关键，很可能就藏在解放神明的过程中。是全世界唯一的神明，冲吧，去掠夺吧，掠夺他们的力量吧，让他们的力量来供养我们的神力。说不定是这样。不对，系统明明说过会筛选100人玩家匹配传送，为什么没有人？
不对劲啊！那边就是宙斯神殿的方向，先去探查一圈。唯有心怀守护意志者，方可开启神殿之门。雅典娜智慧与战争的馈赠。这是扫描结果：石壁浮雕创作时间小于等于24小时，为新刻壁画。面部特征对比完成，83%的浮雕人物与本次副本传送的百人玩家面部特征完全匹配，剩余17%人物特征暂未匹配到现有数据库。什么？难道这些人都是玩家？不管玩家遭遇了什么，唤醒雅典娜都是当前的关键。他作为奥林匹斯主神，必然知道囚禁中西方神明的真相，而且雅典娜作为智慧与战争的象征，不会轻易导向邪恶。果然是被魔气侵蚀了。外来者竟敢打扰我！我是来帮你的，外来者，你懂什么？像你这样的低等生命，不过是我等信仰的养料，也配跟我谈帮？你太弱了！检测到宿主已死亡，无限复活天赋触发，请选择复活方式：原地复活或安全区域复活。原地复活。原来如此，你是不死之身吗？那就看你的不死之身更胜一筹，还是我的盾矛更强。不死之身，不过如此。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归零，无限复活天赋触发。再来一次，雅典娜的弱点我快找到了。找到了！想要唤醒雅典娜，常规攻击根本没用，只有以死换战，突破她的防御。放弃抵抗了也好，省得我浪费时间。命运眷顾，激活，让雅典娜这次的攻击发生偏离。就是现在！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归零，无限复活天赋触发。我醒来啊！原来如此，你清醒了就好。接下来我们联手。咒灵杀了我！你说什么？你已经清醒了，我们可以联手对抗宙斯啊！你觉得我是因为什么而变成这样的？因为信仰消失了，所以我们堕落了啊！信仰消失了，也可以重新建立啊！只要让人类重新相信奥林匹斯，你就能……不可能！人类的信仰是选择，而神明的存在是依托信仰。当信仰消失的那一刻，雅典娜就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雅典娜，是暗黑雅典娜。是信仰死亡后被混沌填补空白的堕落者。信仰重建或许可行，但已经堕落的神明再也无法回应新的信仰，就像被污染的容器，即便重新注入清水，也只会被污染成污水。雅典娜心脏那点神性微光，不过是残存的最后一丝信仰余温，撑不了多久。哎，行吧，找神明结盟的这条路不通了。大部分奥林匹斯主神堕落，想要唤醒神明对抗宙斯根本不现实。那就让身为战争和智慧代表的我来告诉你。你无需苦恼，你还有帮手。宙斯囚禁的中西方神明大都是信仰未完全消失的存在，他们不像奥林匹斯众神早已与人类文明脱节，他们的信仰还藏在人类的神话传说文化记忆里。只要你能解放他们，他们会愿意与你联手对抗宙斯。藏在人类记忆里？对啊，中西方神明的信仰，原来宙斯囚禁他们不仅是为了掠夺神力，更是为了切断神明与人类信仰的联系，让他们像奥林匹斯众神一样在绝望中堕落。这是我能为新生文明做的最后一件事。旧的文明体系在崩塌了，奥林匹斯的时代早就该结束，但新的文明体系会在崩塌中诞生。新的文明由人类和神明共同守护。啊！外来者竟敢染指奥林匹斯的禁地！啊！这副模样，这特征，
你是太阳神阿波罗？把雅典娜的神性核心还给我，我能考虑放你一命。我才不要！宿主生命体征归零，无限复活天赋触发。面对阿波罗的太阳之火，原地复活不过是再死一次，只有暂时撤退，才有机会寻找反击的方法。这差距太大了，这是我进入副本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绝对的实力碾压。阿波罗的太阳之火能瞬间燃烧所有的一切。好，没有发现敌人，暂时安全。找到你了！奥林匹斯的规则由我们主神制定，任何玷污神殿的外来者都该被太阳之火净化。现在该让你彻底消失了！完全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但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破局方法。怎么可能？我能感觉得到，这神性核心在吸收太阳神阿波罗的能量，也许这就是我唯一的机会。启动英灵共生。宿主想要召唤哪一位英灵呢？我能召唤的英灵都有哪些？这是宿主你目前能召唤的。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等等，这是我要召唤战争和智慧的女神雅典娜。我要召唤战争和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原来如此，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无法越阶召唤神明英灵。你是借了阿波罗的太阳之力，才补足了召唤所需的神性能量。阿波罗的太阳之火虽强，但他早已被混沌扭曲的神智，只知用力量碾压，却忘了战争的本质是策略。现在我们一同对抗他。接下来，我将以共生的方式助你，用战争与智慧的力量，让阿波罗看看，堕落的神明终究会被守护的意志击败。荒谬！一个人类竟敢借用雅典娜的残魂妄图对抗我！这是先知之眼，不对，这是雅典娜作为智慧女神的能力。阿波罗，你早已不是守护太阳的神明，而是傀儡。傀儡，无奈太阳神是奥林匹斯的主宰之一。终于等到有人来解放奥林匹斯众神了，太好了！英灵图鉴新增一位英灵，太阳神阿波罗。英灵共生解除。恭喜宿主触发隐藏天赋猎魂汲取，猎魂汲取效果1，宿主等级从6阶提升至7阶。猎魂汲取效果2，宿主全属性力量、速度、防御、精神力提升至当前等级 MAX。猎魂汲取效果3，掉落随机天赋碎片乘2，当前碎片数量2/3，再收集1枚即可合成完整随机天赋。哎呀，7阶又怎样？奥林匹斯12主神才解决2个呀！副本里多耗1秒，现实世界就多一份危险。可我连100位玩家的下落都没找到，更别说找到宙斯关闭裂缝了。等等，这神殿危机四伏，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普通小女孩？啊，原来你们都在这儿！扫描结果，目标处于灵魂剥离状态，肉体无损伤，灵魂暂时被未知力量束缚于祭祀场核心，暂无生命危险。警告！检测到超高阶神性波动，扫描目标：奥林匹斯原始神性化身潘多拉幼体形态。潘多拉在奥林匹斯神话中打开魔盒，释放灾祸与希望的代表。能够一下子看出我的身份，你不简单。你是站在哪一方呢？我的立场，周林，你搞错了，不是我选择站在哪一方，而是你的选择决定我要释放哪一面。什么？你想歼灭寿司，这事很好办。如果你选择牺牲这100位玩家，我就帮你释放我体内的灾难本源，让奥林匹斯的混沌灾祸彻底失控，宙斯会被自己引发的灾难所杀死。至于这些玩家嘛，他们的灵魂会成为灾难本源的养料，彻底消散，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啊！灾难？
你竟敢伤我！这才是你的真面目。你不是想救他们吗？那就看看他们的灵魂是怎么被灾难吞噬的。啊，没用的。你以为第三选择是那么容易开创的？今天你把这些玩家都要成为灾难本源的养料。没办法了，原本想用英灵共生这天赋去对付宙斯，毕竟这天赋有限制，一天只能用2次。系统启动，英灵共生，召唤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快帮我保护灵魂球！可悲的太阳神，竟堕落成为人类的工具！不，我的灾难本源！果然，太阳神的力量是你终极克星。你以为歼灭了我，就意味着这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波塞冬，刚才并没有海水的味道，难道？小心点，他要来了！是你，你杀了潘多拉，还敢借用太阳神的力量？海神波塞冬，神性等级主神级巅峰，威胁评估 S+。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葬在我的海域里！少说废话！什么？在海神面前，太阳的力量不过是笑话！警告：检测到高阶混沌海水侵蚀，太阳神阿波罗英灵之力被强制驱散，英灵共生状态被迫解除，当前剩余使用次数0。这是我第一次在英灵共生状态下被敌人强制解除。没了太阳神的力量，你就是待宰的鱼，这就是敢挑战奥林匹斯主神的下场。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归0，隐藏天赋无限复活激活，正在匹配最近安全区，复活完成。当前安全区祭祀场外侧走廊。波塞冬的实力根本不是现在的我能对抗的，先离开祭祀场，再想对策。想跑，我的海水能覆盖奥林匹斯的每一个角落。你以为你能逃到哪里去？小子，你的复活很有趣，不过你很快就会觉得复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这是把空间改造成他的神域，召唤单兵潜水器、气瓶、面罩。人类的小聪明总是这么可笑。他的海水不仅压制阴灵之力，还能干扰我的天赋。你以为有无限复活就能挣扎？我无需动一根手指，只需让你在这片海洋里重生溺亡、复活再溺亡的循环。你会永远被囚禁在这里，每一次复活都要经历窒息的痛苦。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归0，隐藏天赋无限复活激活，正在匹配最近安全区。警告：当前区域全域被混沌海水覆盖，未检测到可使用安全区，强制触发原地复活。复活倒计时3、2、1。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妄图与神明并肩。你以为击败潘多拉、唤醒阿波罗就能挑战奥林匹斯的秩序？不过是神明眼中的跳梁小丑罢了。好好享受你的永恒囚笼吧！恭喜宿主触发猎魂汲取。或许波塞冬说的对，人类真的无法对抗神明。检测到宿主歼灭灾难化身潘多拉，满足猎魂汲取触发条件。猎魂汲取效果补充，宿主成功获取第3枚随机天赋碎片，当前碎片数量3/3，可合成完整随机天赋。在这片被波塞冬掌管的海洋里，又能有什么用？检测到宿主处于濒死绝境，生命体征持续下降，一时濒临消散，系统将自动触发天赋碎片合成，无需手动操作。恭喜宿主随机天赋合成成功，获得3S 级天赋半神。宿主可暂时觉醒半神形态，获得以下能力：短时间内可从以人类形态去获取指定的神明所有的一切能力、力量、天赋，所有的一切。若是同位神明，即你指定的神明与你的对手是同一个人，能量相消。若是非同位神明，可吸收转化对方的力量或者能量，转化自身的半神之力。天赋限制：半神形态每次持续10分钟，冷却1小时，承受超上限神性攻击将强制退出，进入10分钟虚弱期，请指定神明。那就波塞冬。收到。终于有了与神明抗衡的资本。这不可能！人类怎么会觉醒半神之力？那个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波塞冬，你引以为傲的海神之力，我现在也有。模仿者，你以为复制了武器就能复制海神的权柄？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海神之力！你说我是模仿者，那我就用你的招式打败你。不可能！你的神力怎么会压制我？还没有结束！哇，这不是魔法！你怎么会完全掌控我的能力？你说过人类妄图与神明并肩是悲哀，但现在我用你的神力告诉你，人类的潜力远超神明的傲慢。终于解决了。半神天赋的实力确实强，但这副作用也太可怕了。现在别说神明，就算来个普通怪物我都撑不住。首要任务是唤醒沉睡的玩家。之前潘多拉被击败后，玩家的灵魂虽未消散，但始终昏迷。或许用神性核心能唤醒他们。还是不行，难道需要更特殊的条件？此路不通的话，只能换条路走了。宙斯的威胁还在，现实世界的灾祸倒计时也在推进，必须先找到地下牢狱，解放中西方神明。地下牢狱应该就在那里。音乐神能治愈，但未必扛得住混沌攻击。力量神能破防，宙斯的屏障不一定能打破。水神能控场，可万一宙斯不用水系能力呢？这是女娲东方创世神，司掌造人补天，核心能力可修复空间，净化本源混沌。女娲娘娘的能力居然能净化本源混沌，这要是解放了对抗宙斯的混沌核心，肯定有用。可解放女娲意味着要放弃其他可能的战力，不解放又怕错过唯一能净化本源混沌的机会，纠结死我了。怎么回事？怎么会有种恶意感？刚才光顾着看神明，居然没在意这地方，这恶意感真让人恶心反感。宙斯带领众神，难怪有这么重的恶意，这根本是在炫耀他的掌控欲，还敢放恶意立场恶心人，碎了你的！这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果然不是在做梦，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如果是齐天大圣，有救了！1颗给大圣，另3颗给3位神明，再加上我，5个联手肯定能打死宙斯这老邓。检测到混沌惊雷正在吸收大圣的神性，若不尽快切断铁链，大圣的神性将被彻底侵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禁制比各位神明更多，需要4颗神性核心方可破除禁制。我要解放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要打败宙斯这老邓，其他神明才能醒，玩家才能得救。大圣是眼下唯一能跟他硬刚的战力，这个险必须冒。俺老孙来也！得想个办法，要么尽快唤醒神明，要么找到宙斯的弱点。这破牢狱太小，施展不开手脚，还容易伤着其他人。赶出去，占我地方，跟那老邓好好干一架。猴子醒的倒是挺快，可惜就算醒了，也不过是再被我囚禁一次的命。放你娘的屁！上次是俺没防备，才被你用混沌阴招暗算。今日俺就拆了你的骨头，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大。小娃娃都一样，看俺怎么收拾这老邓！变大变大！来，吃俺老孙一棒！得找出宙斯的弱点。晚分身，俺也会。小心，
好厉害！这就是众神之主绝对的实力吗？警告：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归零，无限复活天赋自动启动。无限复活天赋启动中，检测到宿主当前所属战场危险等级3S 级，是否选择原地复活？原地复活，同时立刻启动半神天赋。原地复活成功，半神天赋已激活，请指定获取能力的目标神明。我指的神明宙斯。已锁定目标神明宙斯，半神天赋效果触发，同位神明能量相消，宿主可抵消宙斯的攻击能量。大圣，我会拖住宙斯的攻击，你全力找机会打他，他的能量对我无效，不用担心我。好，你小心，俺这就踹了只老的的骨头。哈哈哈哈，有意思，居然能复制吾的力量，可惜，你以为这样就能挡住吾吗？警告：检测到埃及神系主神能量，宙斯已吸收太阳神拉、冥王奥西里斯的核心神性。太阳神拉、冥王奥西里斯，我吞噬埃及神系，可不是只为了增强力量，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滋味，宙斯之力！雷霆之盾，撑住，一定要撑住！助理，你疯了吗？你才是打败宙斯的关键，我必须护住你。宙斯，老孙要扒了你的皮！检测到宿主完全消亡，无限复活天赋启动。你刚才说你们是在龙腾武大负责的区域内被林七夜袭击的？是啊，我们明明在自己的区域换装置，林七夜突然冲出来就动手。可你们回来的方向是东北方，那是我们银河武大负责的区域吧？我们当时只想快点把学姐送出来治疗，而且当时是李千娜带路的，她可以证明。你是武傲雪的死忠粉，我又不是，拉着我干什么？我没带路，不清楚什么区域划分。好了，现在各执一词，争执也没用。等林七夜他们回来，当面对质就是。董老师，您看看学姐，她伤得那么重，半边身子都没了，林七夜下手也太狠了。住口！弱小就是原罪，技不如人，打不过还丢了脸面，有什么好哭的？林老师，5个区域的元能晶石都换好了，我们现在往回走。2个小时，这速度也太可怕了！就算是超凡武者，也未必能这么快。多久能抵达入口？30秒。就算我们不小心走错了区域，难道林七夜就没错吗？他实力那么强，却对我们痛下杀手，根本没有一点武者精神。所以你们侵入我们银河武大的区域，抢我们的任务目标，我还要客客气气的请你们离开。邓老师，就是他重伤了傲学姐。邓老师，战斗发生在我们银河武大的区域，那里还有遗留的战斗痕迹以及武傲雪的血液，有问题可以现场勘验。怎么感觉和易静爱一样呢？这位同学说的一样，指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学校也发生过类似的污蔑事件，后来易静爱同学就疯疯癫癫了，最后才知道他居然被深渊污染了。我没有被深渊污染，我可以接受检查。深渊不是小事，建议排除危险比较好。你胡说，你污蔑我！跑！原来深渊的爪牙也这么细密，还以为一个个都不怕死呢。给我挡住！比深渊影鬼强点。这就是6重归真武道意志的威力，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当然见过，我是龙腾武大的老师陈星宇，之前被你展示的易静爱也是被我污染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背叛人族，投靠深渊，很有意思。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变强。帝国的资源早被那些大家族把持的死死的，就算我是龙腾武大的老师，也得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才能从他们手中分到一点残羹冷炙。曾经也是万众瞩目的天才，为了变强，我付出了一切，放弃尊严，放下傲骨，心甘情愿当他们的狗。可到头来呢？他们只会轻飘飘一句感谢付出，转头就把最好的资源塞给那些家族子弟。说来说去，不就是没挡住诱惑，搞得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你还没见识过那些大家族的黑暗，等你见到，自然会明白我说的这些。希望你到时候还能保持本性。没有人能改变我的本性，谁敢谁死。区区一个支系星系，也值得让我们这么多人捧场。随便派个排名500内的去不就行了？就是，不就是出了个土著天才，打败那些预制品超凡有什么了不起的？让我们去那里，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林明美，听说那个土著天才也是姓林的，把你那个堂妹打得满地找牙呢。什么堂妹？我不认识。
我们林家家大业大，光是在主星就有上万个支系，放眼整个金牛座千万星系，就更不用说了。并不是所有姓林的都能来沾亲带故的。我听说那个土著修炼的也是混元一气功，十有八九是受到了我们林家血脉的影响。毕竟我们林家早期也有不少先祖将混元一气功修炼到了极高深的境界，只是现在这个时代还修炼这种古老功法，还是太低级了。听说那个分校还搞出什么双女追，名号叫的倒是挺响亮，不就是两个压制了修为的低端超凡吗？笑死人了！落后星系就是落后星系，恐怕连那里的导师都不懂什么是超凡器官搭配组合吧？估计也就是修炼了1-2个超凡器官的残缺品。别说这些了，早点去早点回来，进入秘籍修炼才是正事。我有点紧张，回去给你加100项营养膏。我一定表现好。林七夜同学来了，来，我介绍几位朋友。谢谢赵副长。各位，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泰拉市乃至整个0755星系未来的骄傲，银河5大的新生首席，在这次10次联考中力挽狂澜，协助斩杀了3名深渊超凡的大英雄林七夜同学。哈哈哈，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林七夜同学，久仰大名，我是泰拉市政厅的。各位领导好。您这是林七夜吧？这位是市政秘书处的陈秘书。陈秘书好。奖励你31信用点奖励，市政厅那边已经走完所有流程了，估计在1周内就会直接打到你的账户上。另外，关于你协助斩杀深渊超凡的功劳，泰拉审判庭那边也已经为你申请了英雄勋章。英雄勋章？这是我们泰拉市所能颁发的最高荣誉之一。拥有这枚勋章，你日后在整个0755星系内都将享受到最高级别的贵宾待遇。